林医生这才停止手上的动作，对母亲说道：“去向小雅赔礼道歉之后，爸妈就回老家去。以后需要复查，我带妈去其他医院复查，查完了就回去。”他是不敢再让母亲留在城里，怕母亲又闯出祸事来。林母说道：“阿健，妈都答应去道歉了，不能让爸妈在这里多住几天吗？妈保证以后都不会去找曾医生的麻烦了。妈知道妈今天是很无理，妈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替你出口恶气。妈，我没有受气，与小雅无关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能处理好我自己的事，不用妈再帮我处理。真让母亲帮她处理呀，她的余生都会被母亲毁掉。”林母抹了一把泪：“阿健，妈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赶爸妈回去好不好？我们再住几天就回去。”林医生很坚决：“不行，我等会儿就帮爸妈订高铁票，今天没有票了，就订明天的票，明天送你们回去。”林母还想说什么，看儿子很坚决，他抹着泪不再吵闹。此时此刻，他也后悔得很。000，林医生的手机响了，战月打给他的电话，不用猜也知道战月来电是什么意思。林医生接听了战月的来电：“林医生，管好你的母亲，她跑去医院找小雅的麻烦，小雅不爱你，还不能拒绝你了。你心情不好是你的事，你跑去喝酒，凭什么要小雅背祸？这就是你爱她的表现吗？放任你的家人伤害她。我听说你妈还去了战氏集团想见我，怎么去医院找了小雅的麻烦还不够，还要来找我的？麻烦吗？林医生，本来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错的，没想到你如此不堪，自己追妻追不到，就让你的母亲出面毁了小雅的名声。”被战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后，林医生也没有替自己辩解，也不生气。等战月骂完了，他真诚地道歉：“战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妈的错，我已经说过我妈了，下午我就带我妈去医院，当众向小雅赔礼道歉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昨晚去喝酒，是想着告别我爱慕小雅的日子，一不小心就喝多了，醉睡了一晚一上午，不知道我妈跑去医院找小雅的麻烦，知道后我就说了我妈：战先生，我保证今天的事不会再发生，明天我就让我爸妈回老家去，以后他们就算要检查，我带他们去其他医院，不会再出现在小雅面前。她母亲只是糖尿病，去哪家医院检查都是一样的。过去是想着小雅在中心医院上班，想让她的父母多了解一下小雅，才会带着母亲去小雅上班的医院检查。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，就是林医生都觉得没有面见小雅。林医生说会带母亲去医院当面向小雅赔礼道歉。战月缓和了脸色，说话没有那么冲了。林医生真正爱一个人，是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，而不是往他身上扣尿盆子，败坏他的名声。上午的事，战月知道后，他动用他的关系，封锁了流言传播，也安排很多人将真正传播出去，让大家知道小雅那是遭受无妄之意。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林母那番蛮不讲理的话，都知道林母不占理，有战月安排人去散播真相，小雅的名声保住了。大家反过来同情曾小雅，觉得她太倒霉了，拒绝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追求者，居然被追求者的老妈跑到医院辱骂。她祖祖辈辈都住在管城，林母居然叫她搬走，就没有见过这般蛮不讲理的人。我知道战先生今天的事真的很抱歉。林医生歉意的道：“我也会郑重的向小雅道歉的，引起的误会我会想尽办法去澄清，希望没有给小雅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我早就帮她澄清了，等你的澄清。小雅都不知道遭受了多少不白之冤。”林医生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战先生，只要你相信小雅，那就好。她是不如战月。发生这样的事，战月首先就去护着小雅的名声，
不让他受到伤害，再来找他算账。战月也有那样的能力，能在第一时间维护小雅的名声。我当然信小雅，我会怀疑谁？误会谁都不会误会小雅。夫妻相处，彼此信任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他战家已婚人士总结出来的经验。战月打电话骂了林医生一顿后就挂了电话，他还约了小雅一起吃中午饭，他要好好的安慰一下小雅受委屈的心灵。经过今天的事，林医生是彻底出局的了，战月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跟他抢曾小雅。战月挂了电话后，林母连忙问着：阿健，那个战家的少爷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他会不会帮小雅出气，报复你？他真敢报复你，你就收集好证据，发到网上去，让网友帮你讨公道。他仗势欺人，网友绝对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林医生黑脸说道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也要放到网上去让人看笑话，让人抨击吗？网络能载舟也能覆舟，多少人遭到反噬的。呢，回旋镖扎在他们身上时，他们知道痛，知道后悔了。林母讪讪地道：妈不是担心你吗？咱们无权无势的，人家有钱有势，怕人家会利用钱势打压你，报复你。妈，你以为首富战家为什么能屹立近100年不倒吗？反而越来越好，如日中天。不仅仅是他们祖辈积下的财富，还因为人家讲究家风好，看人品，三观正，坚持走正道，堂堂正正做人，所以他们战家的名声很好，家风极好。多少女孩子做梦都想嫁入战家，不是图他们的荣华富贵，是图一个有情郎，图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家。总之，我的事妈不用管。以后我真结了婚，妈有了儿媳妇，你对你儿媳妇也要好一点，别像对小雅那样对人家。林母被儿子说教，脸色不好看，但又怕儿子真的放弃一切回老家，只得应着妈知道了，只要你娶的是月华，妈一定会对月华好的。阿健，不是妈有偏见，月华是真的好，她才适合你，适合我们这种家庭。曾医生，咱们家配不上，就不要去高攀了。妈，我说了，我的事你们别管。想结婚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结婚；不想结婚，你们怎么催也没有用。林医生加重了语气，让母亲知道他此刻处于快要崩溃的边缘。他还是第一次觉得母亲真的很烦，怪不得很多年轻人结了婚，都不想和父母一起住，老人家唠唠叨叨的。有时候又不讲理，仗着是父母要求孩子无条件服从他们，矛盾不就来了？林母还想说什么，被丈夫阻止了。阿健，先出去吃饭，吃完饭，你要是觉得还不舒服，就再补眠。诊所里有月华，他们看着也不会出什么事。遇到和月华看不了的病人，他可以说医生不在诊所里，但他们还可以帮忙卖药。林医生说道：不睡了，吃了饭，出去买点礼品，等小雅上班了，带我妈去向小雅赔礼道歉。林父建议，要不我们直接去曾家那里向曾医生道歉。不行，妈是在医院辱骂他的，就要去医院赔礼道歉，让大家都知道上午是妈的不对，是妈不讲理。林父不说话了。林母其实是不想去道歉的，但又怕儿子真的关了诊所回老家去。夫妻俩从儿子的房间里出来后，林母小声说道：老林，你也不帮我说说话，我骂都骂完了，还要我去道歉，我岂不是丢脸丢到家？你还知道丢脸呀？昨晚我就说了你听不进去，儿子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做什么事都要自己承担后果。他自己去喝的酒，你还怪到人家曾医生身上，跑去骂人家，还让人家搬走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告诉你，下午去向曾医生道歉说，态度真诚一点，别让儿子难做，他还要在这个圈子里混。曾医生家里人都是医生，老一辈行区几十年，培养的学生肯定也不少。虽说咱们阿健没有在医院上班，
但被同行针对的话，他的诊所也不好做。你那样一骂，非但没有帮到儿子，反而害了儿子，差点就要毁了儿子的前途。只有真诚地向曾医生道歉，得到他的原谅了，才能挽救一下咱们儿子的前途。被丈夫这样一说，林母才知道自己早上逞一时之勇，跑去辱骂曾小雅错得有多离谱。林家里闹成什么样，曾小雅不知道。她下班后就看到了等着她的战月。战月买了一束花，还有一套护肤品。看到她后，战月捧着那束花大步走向她。小雅，战月走到她跟前，将那束花连同她买来的那套护肤品一并递给她。小雅看看花束，又看向他，战月，无端端的你送花给我做什么？你今天受委屈了，送束花给你，红红火火的赶走委屈，让心情像鲜花一样美。受委屈了，肯定也气得不行，生气容易老，送你一套护肤品保养你的皮肤，愿你青春永驻。谢谢。小雅不好的心情一下子就被他的体贴扫走。他接过花束和那套护肤品，你有心了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回头他也要买件礼物送给战月，礼尚往来吗？总不能只收不送吧。曾小雅肯收下他送的花束和护肤品，战月很开心。两个人一起上了战月的车，战月带他去吃饭，并没有走远，就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看起来要高档一点的餐厅。为了方便聊天，战月要了一个包间。点好菜后，他心疼的道：小雅，你受委屈了，我当时不在场，要是在场，我保管帮你把林医生的妈轰出去。你打电话给林医生后，我后来也打了一通电话给他，将他骂了一顿。曾小雅，你打电话骂了林学长，这件事林学长有点冤，他都不知道他妈跑来医院骂我。战月冷哼，他无辜什么，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他昨晚找我谈谈的时候，我看他虽然心情不太好，应该还能撑得住的，谁想到他后面跑去喝酒。压力大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酒没什么，多少人都会借酒消愁吧，但别人喝醉了酒，人家的妈不会怪到别人的头上去。他那个妈打着为他好的旗号，骂了无辜的你，也毁了林医生的名声。他那个妈是真的拎不清。小雅，你可别心软接受了林医生的追求，他人不错，但他那个妈蛮不讲理的，谁跟他做婆媳，准会闹得家宅不宁。曾小雅喝了一口茶水，说道，就算没有今天这样的事，我也不会选择他。他早就知道林学长的妈妈自私不讲理，只是今天对方的不尽理又刷新了他的认知，原来真的有那么不讲理的人。战月，谢谢你。曾小雅看着战月，向他道歉。战月黑眸闪烁，谢我做什么呀？我也没有做什么，不过是帮你打电话骂了林医生一顿，将事情的真相散播了一下，维护了他的名声。曾小雅是下班和同事一起出来，从同事的嘴里听到的。他那个同事一向喜欢八卦医院里的同事呀，病人呀，只要有八卦，那位同事都知道。大家都戏称那个同事是医院的大喇叭，想知道什么事向他打听，他保管知道。同事告诉他，有人开始将林母骂他的真相在医院里传播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林母骂他的真正原因，无非是恨他不接受林医生的追求，又嫉妒他身边有比林医生更优秀的追求者。可是林医生都和他诊所里的一名护士同床共枕睡了一晚，对方要求林医生负责任，林医生等于是这边追求曾小雅，那边又去睡他诊所里的护士，这样的男人，曾小雅拒绝他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他自己心情不好，喝醉了酒，他妈心疼他可不能将过错怪到曾小雅的头上。大家知道真相后，都说林母的不是，都同情曾小雅，就连那些嫉妒曾小雅的人也认为这件事，曾小雅是无辜的，倒霉到家了。还好，曾小雅坚决拒绝了林医生的追求，否则进了林家的门，
以后的日子保准鸡飞狗跳。你知道后第一时间帮我澄清，维护我的名声，就这一点我就感激不尽。战月笑笑，对我来说就是几句话的事情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觉得欠了我的人情。顿了顿，他又笑，你要是觉得欠我人情，改天有空了请我吃饭呗。曾小小也笑，行，改天有空了请你去我家里吃饭。我收入没有你那么高，请不起你去管城大酒店消费。其实我很好养的，不一定非要去5星级酒店，就是路边摊我也能吃下去。路边摊可不行，我不是排斥路边摊，而是你这样的身份让你吃路边摊，让娱记记者拍到，我会被推到风尖浪上，招来一大堆人的指责辱骂。像战月这么优秀又家世好的男人，肯定也有很多爱慕者，是很多女孩子的梦中情郎的。一旦被娱记拍到，他还真的会被推风浪上，被骂个狗血淋头。战月说道，谁敢在网上引导网友风暴你，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过去史不想让人知道的，他们敢那样对你，我能将他们的黑历史翻出来，让他们也尝尝被万千网友指指点点各种辱骂的滋味。广大网友这把枪可不是那么好使的，很容易会被反噬。曾小雅笑，我是打个比喻，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的，娱记不会盯着我，他们喜欢盯着我大哥大嫂，就算是盯着二哥二嫂都不会盯着我们。他们兄弟9个，名声大的也就是前面3个哥哥，其中大哥的名声最响，娱记最喜欢盯着大哥大嫂，他们这些后面的很多娱记都不记得他们排第几呢。服务员开始上菜了，上了2道菜，又上了汤。战月先帮小雅盛了1碗汤，再给自己盛1碗。我尝尝这家餐厅的汤好不好喝。战月尝试的喝了一口。小雅说道，怎么样，好喝吗？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家餐厅吃，平时我不是回家里吃就是叫外卖。她尝了一口汤后说了实话，相较于外卖可以，但相较于我家阿姨做的饭菜还是差了点儿，跟你比就更不用说了。战月，你要是开餐馆绝对生意火爆。战月用公筷夹了1筷子的菜放到他的碗里。我会烧菜做饭是为了以后能养好我老婆的胃的，不想去开餐厅赚钱。跟我六哥不一样，我六哥就是想成为最好的厨师，他自己经营的都是餐饮生意。曾小雅笑，他是听他说过他们兄弟为什么都会做饭的原因，是战奶奶担心他们以后不好追娶老婆，所以要求他们什么都要会，做饭的本事一定要好，养熟人家女孩子的胃，追妻能事半功倍。拥有这么优秀的孙子，战奶奶都担心孙子娶不到老婆。战月他们不是娶不到老婆，是要娶一个能让家里长辈都认为好的老婆太难。点好的菜陆陆续续送上来，曾小雅老说战月点的菜太多了。战月说道，我想着你心情不好，就多点了2道菜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吃一顿美食，心情就好了。暴饮暴食很容易长胖的，我也不会暴饮暴食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美食，不会吃到撑的那种。我天天都健身，不会让自己成为胖子的。还没有娶老婆呢，变成个胖子就没有女孩子喜欢了。他的话成功逗笑了曾小雅，2个人边吃边聊。一顿饭吃完后，曾小雅的心情大好。饭后，战月又送曾小雅回家午休，他则去了万盛花园看他房子的装修进度。小雅没有告诉家里人林母找他麻烦的事，不过还是有人将事情告诉了二叔二婶他们。得知自家侄女被林母指责辱骂，一向好脾气，还挺护着林医生的二叔，比二婶更生气，当即就跑到林家诊所去。林家诊所只有何月华一个人守着，他的同事下班了。林医生并没有回诊所，他一家3口吃过了饭就去买礼物，下午带去医院向曾小雅赔礼道歉，买了一大堆好东西，买得林母心疼死了，又不敢说什么，更不敢阻拦。
只在心里后悔自己冲动了。要不是他大清早跑去找小雅的麻烦，他儿子也不用花那么多钱。二叔二婶气势汹汹地冲进林家诊所时，何月华坐在林医生给人看诊的诊桌前，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听到脚步声，以为来了病人。他猛地抬头，看到的是二叔二婶。何月华愣了一下，随即起身，笑着打招呼：“曾二叔、二婶。”二叔黑脸着问：“林健呢？叫他出来。”曾二叔：“对不起，林医生今天不舒服，没有回诊所。林医生怎么了？”林母跑去医院闹事，何月华并不知道。他昨晚照顾了林医生半宿后，今天早上就回了诊所。后续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和他说。他一个上午都忙得团团转，既要帮人看病，又要帮忙抓药。有些病人吃的是中药，林家诊所还提供了免费帮病人熬中药的服务。他和同事又要帮病人熬中药，是真的忙得团团转。何月华是心甘情愿，他早就把林家诊所以及林医生看成是他的了。打电话给他，把他叫过来，我好好问问他，我家小雅怎么对不起他了。小雅回来什么都不说，不代表我们不知道。二叔是真气疯了，他一直把林医生当成自己的学生来教导，他积累半生的经验，无条件的一点点的传授给林医生。他不是那种将自己一身本事藏得紧紧的人，他觉得他们医生就要培养好下一代，让大家一直都有好医生可以看病。如此大公无私的帮了对方，对方竟然连累了他的侄女儿。小雅回来时很开心，抱着蘸月送的花束以及一套护肤品，在医院受到的委屈一句都没有向他们吐露。夫妻俩都知道侄女是不想让他们担心，也不想让他们生气。二叔和林医生是有师生之意的，毕竟他教了很多东西给林医生2年的时间呢。林医生越来越得到病人的信任，从二叔这里学到的本事是占了很大功劳的。